人类在太空能造娃吗？ NASA 说，你小子别做梦了，本助眠视频耗费一个作者，时长1个小时，你可以点赞收藏，找个舒服的姿势睡觉了。有一件事 NASA 一直不太好意思直接说出口，不是因为它太复杂，也不是因为它太机密，而是因为它太尴尬。想象一下，一群顶着博士学位、穿着白大褂的科学家，坐在休斯顿的实验室里，一本正经地讨论人类在太空里到底能不能造孩子。这个问题听起来像是网络上那种无聊时想到的奇怪问题，但它实际上是21世纪人类航天史上最严肃、最紧迫的科学议题之一。因为我们正在认真谋划去火星，还在设计永久性月球基地。而一旦人类真的要在地球以外的地方长期居住，不是出差式的逗留，而是真正的定居、繁衍、生息，那么那个尴尬的问题就变成了一道无法绕开的铁门。我们能在那里生孩子吗？怎么生？2018年 NASA 的科学家们把一批特殊的实验材料送上了国际空间站。这批材料被装在精心设计的低温容器里，搭乘猎鹰9号火箭突破大气层飞向轨道。这个实验代号 Micro 11，它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的精子。它的发现改变了我们对太空繁殖的所有浪漫幻想。NASA 的结论直接、冷静、毫不留情。在微重力环境下，人类的生殖系统出了大问题。今晚就让我带你走进这个关于太空、生命与人类未来的深夜故事。不用担心，我会讲得很慢、很轻柔，毕竟这是一个睡前故事。只不过它的主角是宇宙和我们脆弱而神奇的生命。为什么科学家要把精子送上太空？先别笑，这件事背后有着非常严肃的逻辑链条，每一个环节都牵动着人类未来的命运。要理解为什么 NASA 要做 Micro 11实验，我们得先从一个更宏观的问题出发：人类到底为什么想离开地球？答案其实出乎意料的简单，因为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地球是我们已知宇宙中唯一确认存在生命的地方，这是一件极其幸运的事，也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幸运在于我们诞生在这里，有大气层的呵护，有磁场的屏蔽，有液态水的滋养。危险在于这颗蓝色星球本身并不是永恒的。小行星撞击，超级火山爆发，磁极翻转，太阳风暴，这些听起来像末日电影台词的事件，在地球46亿年的历史里，有些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更不要说人类自己制造的种种风险。史蒂芬·霍金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不止一次严肃地提出，人类必须在未来100-200年内成为多星球物种，否则文明的灭绝将是大概率事件。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用科幻小说的腔调，他用的是数学。所以，太空移民不是一个如果的问题，而是一个何时和怎么办的问题。而怎么办这个问题里，藏着无数的技术难关，其中有一关是工程师和物理学家都无法独自解决的，那就是生物学的问题。你可以造出能飞往火星的飞船，
你可以设计能在低温下运转的生命维持系统，你可以研发抵御宇宙辐射的防护材料，但你无法用工程方法解决一个根本性的生物学问题：人类的身体是否能在离开地球的环境里正常运作？更具体地说，人类能否在太空里繁衍后代？这个问题早在几十年前就开始困扰着科学家们。1970年代，苏联和美国在各自的太空计划中已经开始零星地观察到宇航员在太空中身体出现的各种变化：骨质疏松、肌肉萎缩、液体向头部集中、视力下降，人体仿佛在太空里慢慢散架。这些变化都是重力消失带来的连锁反应，而生殖系统作为人体最复杂、最精密的系统之一，显然也不会例外。于是，太空生殖学这个略显尴尬的学科开始悄悄成型。科学家们从最简单的问题开始研究：精子在太空里还能游泳吗？听起来很基础，对吧？但这个基础问题的答案却花了人类将近40年才搞清楚。让我先带你回到这个故事真正开始的地方，不是2018年，而是1988年的那个下午，一位日本科学家第一次把海胆的精子带上了太空。在 Micro 11之前，科学家们并没有闲着，他们用了大约30年的时间，一步一步地研究太空里的生殖这个问题。而这个研究过程本身就是一部充满意外和反转的科学史。第一幕：海胆的困惑。1988年，日本科学家把海胆的卵子和精子带上了苏联的和平号空间站。为什么选海胆？因为海胆的生殖细胞在实验室里极其容易获取，受精过程透明可见，整个受精和早期发育过程可以在显微镜下直接观察。对于研究者来说，海胆就是一个天然的能生孩子的透明模型。实验的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太空中，海胆的受精率明显下降，卵子和精子的相遇变得迟疑而混乱。那些原本应该充满活力的向卵子冲刺的精子游得歪歪扭扭，像喝醉了酒一样。科学家们第一次意识到微重力会干扰生殖细胞的行为。但问题来了，这是海胆。海胆跟人类的相似程度，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你和一颗带刺的球差异太大，结果的可参考价值有限。第二幕：鱼儿怀孕了。1994年，美国把一批日本青湖鱼送上了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日本青曲鱼是一种小型淡水鱼，在遗传学研究中经常被使用。更重要的是，它们可以在水中自然交配和产卵，非常适合在太空水箱里进行繁殖实验。结果震惊了所有人，这批鱼在太空里成功交配，并且顺利产下了鱼卵，幼鱼孵化出来了。第一批真正在太空中诞生的脊椎动物，就这样歪歪扭扭地游进了历史。不过，这些小鱼宝宝并没有和地面上的同类完全一样，它们在太空中发育的早期阶段出现了一些行为异常，游泳姿势怪异，转圈圈，不知道上下，像是没有方向感。这让科学家们想起了一个词：前庭系统。前庭系统是脊椎动物内耳里负责平衡感的结构。对于鱼类来说，感知重力方向
是它们正常游泳的前提。在没有重力的太空里，发育中的幼鱼无法正确校准自己的前庭系统，所以它们转圈了。这个发现非常重要，它告诉我们，太空中出生的动物在发育过程中可能会受到重力缺失的深远影响，远不只是会不会受精那么简单。第三幕，老鼠的悲剧。1979年至今，关于老鼠在太空繁殖的研究，是这段历史里最漫长也最令人揪心的篇章。老鼠是最接近人类的太空繁殖实验动物，它们是哺乳动物，胎生，有胎盘，孕期相对较短，大约21天，繁殖效率高，和人类共享了许多基因。从1979年开始，科学家们就一直在尝试让老鼠在太空中怀孕和生产，结果可以用2个字来概括：惨烈。在太空中，怀孕的雌鼠表现出了一系列令人忧虑的生理变化，激素水平紊乱，子宫肌肉的收缩模式改变，胎盘的发育可能受到影响。更严重的是，即使怀孕成功，产下的幼崽在太空的微重力和高辐射环境中，存活率也远低于地面。2001年，一项研究把怀孕的老鼠送上了太空。这些老鼠在微重力中的妊娠过程出现了明显异常，部分个体在着陆后才产下幼崽，就好像它们的身体知道这不是一个安全的环境，选择了憋着。而那些在太空中出生的幼崽，表现出了与轻基鱼、幼鱼相似的平衡障碍。迷失的小鱼，迷失的小鼠，它们用自己的困惑向我们发出了一个严肃的警告。这一切都发生在 Micro 11之前。这些先行者的实验已经清晰地勾勒出一幅令人不安的图景。太空对生殖有影响，对发育有影响，对后代有影响，但影响究竟有多深？对人类来说，最关键的一步是什么？答案把科学家们拉回到了最基础的问题：精子还能正常工作吗？2018年的春天，一批密封在特殊容器中的实验材料静静地等待着发射。这批材料被严格的冷冻保存，温度维持在精确的-196摄氏度，这是液氮的沸点，也是长期保存生物样本的标准温度。在这个温度下，所有的生物活动几乎完全停止，细胞被冰封，在时间里等待被唤醒。这批材料是来自人类和公牛的精子样本。是的，公牛。科学家在研究人类精子的同时，还加入了公牛精子作为对照组。这不是因为科学家们异想天开，而是有充分的理由。公牛精子在地面上的活动模式与人类精子非常相似，它们的运动速度、前向运动能力以及对化学信号的反应，都和人类精子高度可比。更重要的是，在辅助生殖技术领域，公牛精子已经被研究了几十年，拥有极其详尽的基准数据，是完美的参照系。实验的设计非常精巧，精子样本被分成2组处理，冷冻的和新鲜的，用特殊的化学方法让精子处于活动状态，但被暂时抑制。2种状态的精子都被送上了空间站。在国际空间站上，宇航员们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将这些精子样本激活，通过添加特定的化学溶液，让精子
从休眠中苏醒过来，然后立刻用荧光染料标记它们，并在荧光显微镜下拍摄视频。然后这些视频被传回地球，由地面的科学家进行分析。整个过程需要精确的计时。精子被激活后，必须在特定的时间窗口内完成观察，因为它们的活力会随时间衰减。在地面上的实验室里，这是一个常规的简单的操作，但在漂浮的太空舱里，宇航员要在微重力环境下操作注射器处理液体，难度完全不同。想象一下，在没有重力的地方往一个容器里加液体，液体会在空中漂浮成球形，根本不会乖乖待在底部。宇航员需要特殊的技术来处理这些不听话的液体。这个实验本身就是一项工程奇迹，但实验的结果才是真正的震撼。当地面科学家打开传输回来的视频文件时，他们看到的画面改变了他们对太空繁殖的所有预判。打开那段视频，科学家们首先注意到的是精子还活着，这是第一个重要信息，也是唯一一个让人稍感宽慰的信息。在微重力环境中，精子并没有立刻死亡，它们还在游动，还在晃动，那条细长的尾巴还有着生命的迹象。但接下来，问题开始一个一个浮现。问题一，速度慢了。正常情况下，健康的人类精子在液体中的游动速度大约是每秒25到50微米。这个速度听起来很慢，但对于一个长度只有50微米的细胞来说，这相当于每秒游过自己身长的半倍到1倍。如果换算成人类的比例，大概相当于一个成年人每秒游动1米。在太空中，精子的游动速度明显下降了，不是轻微的下降，是显著的下降。精子们变得迟缓了，那条本应充满活力的尾巴鞭打得没有力气，推进效率大幅降低。问题二，运动模式改变了。更让科学家担忧的不是速度，而是运动方式。健康的精子有一种特定的运动模式，叫做前向运动，也就是笔直地有目的地向前冲。这种运动模式对于精子找到卵子、完成受精至关重要。在太空中，精子的前向运动能力受损了，很多精子开始做圆周运动转圈，就像那些可怜的轻跷鱼、幼鱼一样。失去了方向感的精子在微重力的环境里迷失了，它们的尾巴还在摆动，但它们不再笔直地向前，而是在原地打转，像一只在黑暗中找不到出口的小虫。对于受精来说，这是灾难性的变化。精子如果不能笔直向前游动，找到卵子的概率就会大幅下降。即使侥幸碰到了卵子，它与卵子结合的能力也可能受到影响。问题三，反应时间出了问题。在受精过程中，精子需要对一种叫做孕酮的化学信号做出反应。孕酮是由卵子周围的细胞分泌的，它的作用就像是在黑暗中点亮的灯塔，告诉精子这里向这里游。当精子接收到孕酮信号时，会触发一种叫做超活化的状态，尾巴开始做更大幅度、更有力的摆动，帮助精子突破卵子周围的防护层，完成最后的冲刺。在太空中，这个反应慢了。精子接收到孕酮信号后，
进入超活化状态的速度明显比地面上要迟缓，整个受精过程就像是在慢速播放，信号发出去了，但精子的响应像是打了延迟，等到它终于开始冲刺的时候，时机可能已经过去了。第4个发现，来自公牛精子让人意外的转折。还记得我说过，实验同时包含了公牛精子作为对照组吗？公牛精子的结果和人类精子完全不同。在微重力环境下，公牛精子不但没有变慢，反而游得更快了。它们在太空中表现出了更高的活力，更强的前向运动。这个发现让科学家们一头雾水，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宝贵的线索：微重力对生殖细胞的影响并不是简单的全面压制，而是有物种特异性的复杂的影响。公牛精子的优秀表现说明在太空中进行辅助生殖技术，比如体外受精，并非完全不可能。但对于人类来说，自然受精的障碍仍然巨大。这就是 Micro 1E 的发现。用科学语言来说，微重力环境显著影响了人类精子的活动能力和对孕酮的反应性，可能对自然受精造成不利影响。用普通话来说，在太空里，精子变懒了，变慢了，还有点迷路了。Micro 1E 的发现令人沮丧，但它揭示的仅仅是太空繁殖难题的第一层。就算我们解决了精子的问题，后面还有更多的关卡在等着我们。把整个人类繁殖过程想象成一个闯关游戏，从精子出发到一个健康的婴儿降生，中间要经历的关卡，每一关在太空里都可能变成噩梦。关卡1，精子已经描述过了，变慢、变懒、迷路，通关难度高。关卡2，卵子和受精。精子的问题我们知道了，但卵子在太空里又是什么状态呢？这个问题目前的研究数据还相当有限，主要原因是从人体获取卵子需要经过药物刺激、排卵、手术取卵等复杂的医疗程序，这在太空环境中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操作。现有的动物实验数据表明，微重力可能会影响卵母细胞的成熟过程。卵母细胞在完成分裂和成熟的过程中，需要精确地感知细胞内部的化学梯度和物理结构。而在没有重力的环境下，这些精密的细胞过程可能会受到干扰。关卡3，早期胚胎发育这一关特别棘手。假设精子和卵子奇迹般的相遇并成功受精，接下来的事情可能更加复杂。受精卵形成后，需要经历一系列精密的细胞分裂，从一个细胞变成2个，从2个变成4个，从4个变成8个。这个过程叫做卵裂。每一次分裂都需要细胞内部的结构准确地完成一系列操作，染色体的排列、纺锤体的形成、细胞质的不均等分配。在地面上，这些过程受到重力的微妙影响。在太空中，重力消失了，细胞们可能会搞不清楚方向。1990年代在太空中进行的青蛙卵受精实验，以及后来的各种动物胚胎实验，都发现了早期胚胎发育异常的现象。有些细胞分裂出现了方向错误，有些细胞在该移动的时候没有移动，有些本该分化成特定组织的细胞迷失了自己的身份。这些异常有些是可以自我修复的，有些则会导致胚胎最终发育失败。关卡4，着床。
早期胚胎要在子宫壁上成功着床，才能开始真正的妊娠。这个过程涉及精密的激素调节、子宫内膜的准备状态，以及胚胎与母体之间复杂的对话。在微重力环境下，激素系统已经被证实会受到影响。在太空中长期生活的宇航员，无论男女，都会出现激素水平的变化。女性宇航员的月经周期有时会出现异常，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激素水平的紊乱会直接影响子宫内膜的准备状态，也就意味着胚胎着床的条件可能大打折扣。关卡5：妊娠过程。就算奇迹般的成功着床，接下来的9个月，在太空中将面临一系列令人担忧的挑战。首先是宇宙辐射，这是太空繁殖最大的威胁之一，也是目前技术上最难解决的问题。在地球上，我们受到磁场和大气层的双重保护，每年接受的辐射剂量大约是2到3毫西弗，而在国际空间站上，宇航员每天接受的辐射剂量是地面的10倍到15倍。如果是前往火星的长途旅行，辐射剂量还会更高。火星缺乏磁场保护，来自太阳和宇宙深处的高能粒子长驱直入。辐射对发育中的胎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 DNA 损伤。发育中的胚胎和胎儿是人体中细胞分裂最旺盛的阶段，细胞分裂得越快，对辐射越敏感。因为每次 DNA 复制时，如果有辐射导致的损伤没有被及时修复，就会变成永久性的突变。随着细胞复制被不断放大，这些突变可能导致发育畸形，可能引发各种遗传疾病，也可能在长期内增加癌症风险。其次是微重力对骨骼发育的影响。胎儿的骨骼在子宫里就开始发育，骨骼的形成和矿化在相当程度上受到重力的刺激，这也是为什么宇航员在太空中会出现骨质疏松的原因。一个在微重力环境中发育的胎儿，其骨骼系统可能从一开始就得不到正确的力学刺激，最终发育出的骨骼结构可能与地球上的人类大相径庭。再次是母体的健康状态。在太空中妊娠的女性会同时经历妊娠引起的生理变化、激素、体液、心血管系统等和微重力引起的生理变化，体液向头部转移、骨质流失、肌肉萎缩等。这2套变化叠加在一起会产生什么效果？目前没有任何实验数据，也没有任何人知道答案。关卡6：分娩。分娩是整个过程中最危险的环节之一，即使在地球上，也是需要严密医疗监护的重大事件。在太空中分娩，光是想想就令人心惊。没有重力，无法像在地球上那样利用重力帮助胎儿顺产下降，子宫收缩的方向也可能因重力缺失而变得混乱。更不要说大量出血的处理，在没有重力的环境中，液体会四处飘散，医疗操作的难度将呈指数级上升。关卡7：新生儿的发育。就算所有关卡都奇迹般地闯过了，宝宝降生了，然后呢？一个从未接触过正常重力的婴儿会如何发育？根据我们已有的动物实验数据和理论推测，这个婴儿的骨骼密度可能偏低，前庭系统负责平衡感可能需要特殊的适应过程，甚至心血管系统的发育也可能与地球上的孩子不同。
最令人担忧的假设是，这样出生的孩子如果回到地球，可能根本无法适应地球的重力环境。一个1G的重力，对于从未经历过重力的身体来说，可能是难以承受的重量，七关关关难过。如果说微重力是一个已知的麻烦，那么宇宙辐射就是一个让人头皮发麻的噩梦。让我们来认真聊聊这个问题，因为它的严峻程度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想象。地球是一颗被双重铠甲保护着的星球，第一层铠甲，地球磁场，地球的液态外核在不停地对流，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磁场，延伸到太空中几万公里。这个磁场像一个看不见的盾牌，将来自太阳的高能粒子、太阳风、太阳耀斑偏转开去。我们有时候能在高纬度地区看到极光，那正是磁场与高能粒子的相互作用。高能粒子被磁场引导到极区，与大气层碰撞，发出美丽的光芒。如果没有磁场，太阳风会直接轰击大气层，甚至像它对火星做的那样，把大气层一点点吹走。第二层铠甲，大气层，即使有少量高能粒子突破了磁场的防线，大气层的厚度相当于约10米厚的水的质量，也会将大部分辐射吸收。到达地面的辐射已经是大幅衰减之后的剩余。在这2层铠甲的保护下，地球表面的辐射剂量是相对安全的。但当你离开了地球磁场的范围，一切都变了。国际空间站的辐射环境，国际空间站位于地球磁场的最内层，还算有一定的磁场保护。即便如此，宇航员在空间站上每天接受的辐射剂量也达到了地面水平的10倍到15倍。在空间站生活6个月，接受的辐射剂量相当于做了几千次胸部 X 光。深空的辐射环境，一旦离开地球轨道，进入深空前往月球或者前往火星，辐射剂量会进一步飙升。宇宙射线是来自宇宙深处，可能是超新星爆发、中子星、黑洞等极端天体事件的高能粒子流，能量之高，可以直接穿透人体，在 DNA 分子上打出断裂。太阳耀斑期间，太阳会在短时间内释放出大量高能粒子，形成太阳质子事件。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这种辐射在几小时内就可以给宇航员造成致命剂量的照射。在前往火星的旅途中，单程约6个月，宇航员接受的辐射剂量大约是他们整个职业生涯允许上限的1半。辐射对生殖细胞的影响，生殖细胞，尤其是卵母细胞，对辐射格外敏感。女性在出生时就携带了一生的卵子，大约100-200万个。这些卵子不会再生，从出生就开始等待，直到青春期后被一个一个地排出。高剂量辐射可以直接损伤这些卵母细胞的 DNA， 导致不孕或者增加后代的遗传缺陷风险。男性精子虽然可以持续再生，但制造精子的精原细胞同样对辐射高度敏感。辐射可以导致精子生成减少，精子 DNA 损伤，进而影响受精和后代的遗传健康。更令人担忧的是，遗传突变的传递，辐射导致的 DNA 损伤，如果发生在生殖细胞中，就可能成为可遗传的突变，不仅影响当事人，还会影响他们的后代，甚至后代的后代。在太空中诞生的一代人，
从受精卵阶段就在辐射中泡着。这种持续的低剂量到中等剂量的辐射暴露，对遗传组的长期影响，我们完全无法预测。这不是科幻，这是真实的物理，真实的生物学，真实的恐惧。有解决办法吗？科学家们提出了几种可能的防护思路：屏蔽材料，用富含氢的材料，比如水、聚乙烯，来吸收宇宙射线；在飞船设计中，把饮用水、废水或者食物储存区布置在居住舱的外壁，可以提供一定的辐射屏蔽。但要完全屏蔽深空辐射，所需材料的重量是天文数字，目前的火箭技术难以承载。加速飞行，在太空中停留的时间越短，累计辐射剂量越少。如果能研发出足够快的推进系统，把地球到火星的旅程从6个月压缩到1个月，甚至更短，辐射问题会大幅缓解。核聚变推进或者离子发动机的发展，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提供帮助。基因工程，这是最激进也最有争议的方向。如果我们能增强人体细胞修复 DNA 损伤的能力，或者提高生殖细胞对辐射的耐受力，或许可以让太空人类与辐射和平共处。但这条路的伦理争议不亚于它的技术难度。辐射问题目前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这是太空繁殖最难翻过的一座山。研究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停下来，认真思考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为什么太空对人类的生殖系统这么不友好？为什么在微重力里，精子会变慢，激素会紊乱，胚胎会发育异常？答案藏在一个词里：进化。生命是在地球的特定条件下进化出来的。地球的重力大约是 9.8 米每秒的平方，这个数字在38亿年的生命演化史中从未改变过。它是生命的底色，是所有生物学规律的基础之一。从最简单的细菌到复杂的哺乳动物，所有地球生命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分子机制、每一个生理过程，都是在1G的重力环境下被自然选择塑造出来的。精子为什么游泳？因为在地球的液体环境中有重力的导向，有化学梯度，有各种物理力学的辅助。精子的游泳策略在几亿年的进化中被优化到了极致。当你把精子放进一个没有重力的环境，它的那套进化了几亿年的策略突然失去了部分基础。假设就像一个专为平地行走而设计的机器人，突然被放到了水里，它的腿还会动，但方向和效率都不对了。胚胎发育为什么需要重力？因为发育中的胚胎细胞需要感知上下的方向，需要感知力学信号，需要在重力的作用下完成细胞迁移和组织折叠。胚胎发育的蓝图是在数亿年的地球环境中写就的，它默认有重力存在。这不是设计上的缺陷，这是进化优化的结果。生命是地球的孩子，它被地球塑造，被地球定义，为地球而生。把它放到太空中，就像是把一首精心谱写的弦乐四重奏放到真空里演奏。再精妙的音乐也需要空气才能传播，没有空气，一切都只是寂静。这个认识让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人不安的哲学问题：如果人类的身体是为地球而设计的，那么太空人是否需要
是一种与我们不同的存在？这个问题已经有人在认真思考了。面对太空繁殖的重重障碍，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大体上分成了两派思路。第一派改造环境，让太空变得像地球，或者至少让太空中的居住环境足够接近地球的条件，使人类生殖系统能够正常运作。最核心的技术是人工重力。科幻电影里常见的旋转空间站并不只是艺术想象，旋转产生的离心力可以模拟重力的效果。理论上，如果一个太空居住地以适当的速度旋转，居住在其中的人会感受到接近1G的重力，身体的大多数生理功能，包括生殖功能，可能会恢复正常。问题是，建造一个旋转的太空居住地，技术和经济成本极其高昂。国际空间站是目前人类有史以来建造的最贵的人造物体，耗资超过1500亿美元，而它是一个小小的、不旋转的，只能住6到7个人的简陋据点，一个能够自转以产生人工重力的大型太空居住地，其规模和成本远超目前任何航天计划的预算。另一个方向是辐射屏蔽，在月球或火星表面，可以利用当地的土壤、月壤或火星壤堆积成厚厚的遮蔽层，建造地下或半地下的居住设施。厚重的土壤可以有效吸收大量宇宙射线和太阳粒子。地球上的核电站防护经验告诉我们，足够厚的实心物质确实可以屏蔽辐射。在月球建立人工重力加辐射屏蔽的永久基地，从技术上说是可行的，只是难度和成本都极高。第二派改造人类，这是更激进、更科幻，也更引人深思的方向。如果不改变太空的条件，而是改变人类本身，让我们的身体适应太空的条件，会怎么样？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基因编辑技术，比如 CRISPR-Cas 的出现，让这个想法从科幻变成了值得认真讨论的选项。抗辐射基因，有些生物对辐射有极强的耐受力。微型水熊、虫水熊是地球上最能扛的生物之一，它们可以承受高达57万拉德的辐射剂量，人类致死剂量约为800拉德。科学家已经发现了水熊虫体内的一些关键保护蛋白 DASP 蛋白，它们可以包裹 DNA， 防止辐射损伤。有研究者在探索将类似机制引入人类细胞的可能性。骨密度维持，某些动物，比如冬眠中的熊，可以在长期不运动的情况下维持骨密度，这与它们特殊的骨代谢调节机制有关。如果能将这种机制移植到人类，可能可以解决微重力骨质流失的问题。生殖细胞强化，通过基因编辑增强精子和卵母细胞在微重力下的活动能力和稳定性，使受精和早期发育不再依赖重力环境。这些想法在技术上充满挑战，在伦理上引发争议。改造生殖细胞的基因，意味着这些改变会遗传给后代，这是一条道德上极其谨慎的红线。2018年，中国科学家贺建奎宣称对人类胚胎进行了基因编辑，引发了全球科学界的强烈谴责。正是因为这种基因改变将永远写入那个孩子及其后代的遗传密码。
但在人类准备离开地球，永久定居外太空的遥远未来，这些伦理的边界或许需要被重新审视。第三派，体外技术，还有一个更接近现实的思路，是绕开太空里的自然受孕，利用辅助生殖技术。既然精子在太空里游不好，那就不让它自己游，用体外受精 IVF 技术，在太空实验室里完成精卵结合，胚胎发育的前几天在体外培养，然后再植入母体。这种方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绕开微重力对精子游动能力的影响，因为 IVF 过程中，精子不需要自己游向卵子，而是被直接注射进卵子里 ICSI 技术。但 IVF 技术本身需要复杂的医疗设备、精密的温控条件、无菌环境，在太空中维持这些条件难度巨大，但并非完全不可想象。另一个选项是在太空中储存冷冻的胚胎或配子、精子、卵子，在地球上或建立了适宜条件的太空基地里，完成最终的妊娠和分娩。移民先去打好基础，等到基地建设完善，辐射屏蔽到位，人工重力系统运转正常，再开始繁殖下一代。这是最稳妥的方案，也是最缺乏浪漫主义色彩的方案。让我们做一个思想实验，假设某个地方某一天，真的有人在太空中生下了一个孩子，不是电影里的，是真实的，在国际空间站上，或者在前往火星的飞船里，或者在月球基地的某个舱室里，一个婴儿降生了，然后呢，这个孩子会是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从科学角度和哲学角度都令人着迷。从科学角度，首先，这个孩子的骨骼系统可能与地球上的孩子不同。在微重力中发育的骨骼不需要承受地球重力，因此骨骼密度可能更低，骨骼结构可能更适应轻盈而非承重。回到地球，1G 的重力对这个孩子来说可能是一种折磨。其次，这个孩子的心血管系统可能与地球人不同。在微重力下，心脏不需要费力地把血液泵向大脑，因为没有重力把血液拉向脚部，心脏可能会萎缩，血管的调节能力可能会退化。第三，这个孩子的前庭系统，也就是平衡感，可能与地球人完全不同。没有重力告诉大脑哪里是上，哪里是下。这个孩子的大脑可能会发展出一套完全不同的空间感知系统。第四，这个孩子的免疫系统可能受到宇宙辐射的长期影响。在地球的保护下，人类免疫系统几乎不需要应对高能粒子的轰炸。在太空中持续的辐射暴露，可能会以我们难以预测的方式重塑这个孩子的免疫功能。这个孩子还是人类吗？从生物分类学上说，当然是他是智人，有着人类的染色体、人类的基因。但从生理特征上说，他可能是一个崭新的版本，一个为太空而非地球优化的生命体。从哲学角度，这个孩子将是第一个不属于任何地球国家的人。他的出生证明应该由哪个国家签发，哪个国家的法律适用于他。这个孩子将是第一个没有故乡星球的人。地球对他来说，可能只是一个遥远的蓝色球体，
是书本里的图片，是父母口中的老家。这个孩子将是人类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外星人，不是来自别的星球，而是来自星球之外的人。这个思想实验有一种奇异的美感，它让我想到，每一次人类走到一个新的地方，那个地方最终都会诞生新的生命，诞生在那片土地上长大的下一代。他们比父母更适应那里，更熟悉那里，更将那里视为家园。欧洲的移民到了美洲，他们的子女就成了美洲人。郑和的船队到了东非，他们的子孙就在那片土地上生根。如果人类到了火星，他们的孩子就将是第一代真正的火星人，不是从地球移来的人，而是从火星长出的人。科学从来不只是冷冰冰的数字和实验报告，它背后有着真实的人，真实的情感，真实的挣扎。在太空生殖研究领域，有一些正在发生的真实故事值得我们记住。故事一 Micro， 11之后的沉默 Micro。11的研究结果在2019年发表之后，科学界对它的关注并没有持续太久，媒体上有几篇报道，然后很快就被其他新闻淹没了。但那些参与这项研究的科学家们没有停下来。领导这项研究的科学家卡根·图尔克坎 Kagri Kakusioglu 和他的团队继续在追问那个更深层的问题。精子的问题只是起点，接下来需要研究的是整个生殖链条的每一个环节。他们的工作是艰苦而缓慢的，太空实验的机会极其稀缺，每次飞往空间站的任务能携带的实验样本和设备都极其有限，优先级排在生存系统、科学探测、工程实验之后。生殖实验在许多人眼里是一个不那么紧迫的问题，但科学家们知道，等到它变得紧迫的时候，可能已经太晚了。故事二，宇航员的精子计划。2021年，有报道称 NASA 正在讨论是否应该将宇航员的精子和卵子在任务前预先冷冻，作为一种生育保险。长期在太空中生活的宇航员，由于持续暴露在辐射和微重力中，其生殖健康可能受到不可逆的损伤。提前冷冻配子可以保留他们在太空任务前的原始生育能力，在返回地球后使用。这个想法背后有着令人动容的人性。那些为了人类的未来而冒险离开地球的人，不应该因此失去建立自己家庭的机会。故事三 Artemis 计划中的沉默议题。 NASA 的 Artemis 计划目标是在2020年代重返月球，并最终建立永久性月球基地。这次不只是男性宇航员，Artemis 的宇航员名单里包括女性。女性宇航员在月球基地长期居住，面临的生殖健康风险比男性更为复杂，因为女性的卵子是一生中有限的，辐射损伤是不可逆的。官方的任务文件里对这个问题讨论得相当有限，这或许是因为当前月球基地计划还没有涉及长期定居，任务时间尚在可接受的辐射剂量范围内，也或许是因为这个话题太过敏感，不适合在公众文件中详细展开。但那些认真思考月球基地未来的科学家们都清楚，这个问题迟早必须被正面回答。故事四，
关于火星婴儿的伦理讨论，2020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发布了一份报告，认真讨论了在火星上进行人类繁殖的伦理问题。报告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当我们决定在一个充满辐射、没有重力保护的环境里让人类繁殖，我们是否在对那些还没有出生的孩子做出了他们无法同意的决定？这些孩子将从受精卵起就被迫接受远超地球水平的辐射剂量，将在一个可能对他们的发育造成未知影响的环境里成长。他们没有机会说不。这份报告没有给出结论性的答案，它只是提出了问题，留给人类去慢慢思考。在人类还没有搞清楚自己在太空里能不能造孩子的时候，大自然其实已经悄悄给了我们一些有趣的提示。这些提示来自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提示一：深海生物深海在某些方面与太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深海没有阳光，压力极高，温度接近冰点，食物极其稀缺，这是一个对生命极度不友好的环境。然而，深海里繁衍着丰富的生命，管虫、深海鱼、巨型鱿鱼，它们进化出了各种应对极端环境的策略，包括繁殖策略。深海中的许多生物在没有光线、没有正常重力感知，因为压力平衡的环境里，仍然能够成功繁殖。这告诉我们，生命有着令人惊叹的适应能力。当然，深海生物经历了几亿年的进化才适应了深海，我们不可能在几代人的时间里复制这个过程，但它提醒我们，生命的可能性边界往往比我们想象的更宽。提示二：极地动物北极熊在零下几十度的冬天里产下幼崽，北极狐在永冻层上养育后代，帝企鹅在南极的暴风雪中孵化鸟蛋。这些极端环境中的繁殖行为告诉我们，生命为了延续自身有多么顽强。当然，这些动物都在地球的重力和磁场保护下，不能直接类比太空，但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鼓励。提示三：水熊虫缓步动物。水熊虫这个前面提到过的神奇小家伙，值得再多说几句。水熊虫是一种微型的多细胞动物，长约0.1到1.5毫米，生活在水膜中。它们是地球上已知最能适应极端环境的动物之一。在真空中，它们能存活；在极度低温、接近绝对0度中，它们能存活；在强辐射中，它们能存活；在脱水的干燥状态下，它们甚至能进入假死状态，几十年后遇水复活。2007年，欧洲航天局将水熊虫送入太空，直接暴露在太空真空和辐射中。回收之后，大部分水熊虫复活了，部分个体甚至在太空中成功繁殖。水熊虫是目前已知的第一种在真正的太空环境中成功繁殖的动物。这不意味着人类也能做到水熊虫的身体结构，与人类相比，简直是两个不同的宇宙。但水熊虫的成功证明了一件事：在太空中繁殖不是物理上不可能的事，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只是还没有找到适合人类的方式。我们已经聊了很多科学，现在让我们往后退一步，看看更大的图景。人类想要成为星际物种，这是一个宏伟的梦想，也是一个关乎生存的战略。
但在所有关于火箭推力、轨道力学、太空农业的讨论之外，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被低估了：生命能不能在那里持续下去？技术可以克服很多障碍，但如果生命本身无法在那里繁衍，那么再精密的太空站、再先进的火星基地，也只不过是无法维系的临时据点，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家园。Micro 一实验用一个关于精子的小小发现，触碰到了这个巨大问题的核心。它告诉我们，人类在太空繁殖面临的挑战远比我们曾经想象的复杂。这不是令人沮丧的消息，这是令人清醒的消息。知道障碍在哪里，才能找到绕过它们的路。事实上，近年来围绕太空繁殖的研究正在加速推进。在国际空间站上，科学家们进行了关于生殖细胞低温保存的实验，探索在太空中长期储存精子和卵子的可能性。SpaceX 的星舰项目已经把前往火星的时间表缩短到了人们可以认真讨论的范围内。这意味着太空繁殖不再是几百年后的问题，而可能是几十年内需要解决的问题。生物技术公司和航天机构开始合作，探索专门针对太空生活设计的医疗和繁殖支持系统。我们正处在人类历史上一个极其特殊的时刻，我们正在认真地、脚踏实地地为离开地球做准备，而不再只是仰望星空，空发感慨。这是史无前例的，也是充满未知的。在今天这个时代，谈论太空繁殖，谈论人类成为多星球物种，有时候会显得遥远而不切实际。毕竟，地球上还有那么多问题没有解决：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战争、贫困。我们自己的家都快收拾不过来了，还想着搬家。这种质疑是合理的，也是值得尊重的。但我想提供另一个视角：人类的探索欲不只是一种奢侈，更是一种本能，一种刻在基因里的冲动。几万年前，我们的祖先站在非洲的海岸边，面对着茫茫的大海。一定也有人说，对岸有什么好的？这里不是挺好的吗？为什么要冒险渡海？但总有一些人登上了那条简陋的独木舟，向着未知的地平线划去。那些人用他们的勇气，把人类带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今天，站在我们面前的大海是宇宙，我们还很小，还很脆弱，还有太多东西不懂。Micro 一一告诉我们，连最基础的繁殖问题我们都还没有解决。但这不是放弃的理由，这是继续探索的理由。晚安。